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第一，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接下来的一周，你们需要关注到什么事情？你们需要知道的信息。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接下来的一周的话，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侍从啊，你们应该是会确立一个新目标，给自己一个承诺，或者说答应自己，或者说答应别人的某件事情，某个承诺在接下来的一周要兑现。如果你们现在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啊，你们要给自己一些动力。比如说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你们可以好好的奖励自己一波，给自己设定一个期待的方向、憧憬的目标。这样的话，你们做这些事情会更有干劲和动力。如果你们现在下意识的拖延或者说懒惰在作祟啊，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做的是，从一开始就不要想着一口气把它完成掉，不然你们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你们可以先让自己迈出一小步，然后循序渐进啊。一旦你们开始做这件事情以后，你们内在就会有一种冲动啊，一种善始善终的冲动啊。我觉得阻碍你们自身行动力的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自身的完美主义。当你们觉得你们做这件事情，你们没有办法把它做到完美的时候，可能你们还没有开始行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阻止自己了。但是实际上宇宙给你们的考验并不是你们要把它做得多完美，而是首先你们要完成它，你们不能半途而废。所以说达到完美主义的第一步啊，首先是要放下完美主义。有的时候放下完美主义才能够变得很完美，有一点反直觉，但是呢，放下完美主义其实能够增强你们的行动力。一开始不要给自己太高的要求或者说期待。第二张牌呢是太阳牌的逆位啊，逆位的太阳牌，我觉得它给到的一个指引很特别，因为太阳本身它象征的是一种积极乐观的情绪，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情绪容易过分的蔓延啊，有的时候会让你们过于冲动、乐观的估计的一些事情，从而导致准备不足啊。里边的太阳就是你们要把自身这种容易乐观的、鲁莽的、冲动的情绪稍微收敛一下，做好一种心理建设和心理准备。就是有一些事情的发展呢，它是会一波三折的，它是在矛盾当中得到发展的，在发展当中一定会出现矛盾，所以说不要过于乐观，导致准备不足啊，后期可能会让你们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啊。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对于可控的事情，我们要保持谨慎。但是对于那些不可控的事情，我们反而要保持乐观。所以说逆位的太阳呢，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一个层面的指引，就是你们在接下来需要放弃掉一些无效的社交，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当你们放弃掉一些东西的时候，能够让你们聚焦到那个更重要的事情身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放弃娱乐生活，放弃无效社交，放弃无意义的消费，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被理解的孤独啊，它本质上考验的是你们自身的一种自控力、自制力、坚持和深度思考的能力，然后全身心的聚焦在某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们会体验到，在接下来的一周，你们会体验到这种心流，就是进入到忘我的专注的状态里边啊，可能会忘记对于时间和周围空间的感知。接下来的一周，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大块的时间，你们要把它利用起来。在你们利用它的过程当中啊，这些时间它就是内聚的、有序的，你们整个人看起来也会很有力量感。否则的话，你们整个人可能如果说是碎片化的，就会分心，就会3分钟热度。你们整个接下来一周的这种所做的事情就会很琐碎、很散漫。然后第3张牌呢，宝剑骑士。我觉得抽到这组牌，当下你们一定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啊，你们应该盯紧那个目标，全身心的完成它，找到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把自己活得具体一点。你们可能会有一点点纸上谈兵的坏习惯啊，行动力不强，所以说你们要改掉这个纸上谈兵的习惯。然后第4张牌呢是星币王后。星币王后呢，我觉得接下来的一周你们可能会收到一笔钱啊，某个人支付给你们的一笔钱，让你们在物质上面首先就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接下来的一周可能会得到一笔你们急需的资源，能够加快你们自身做某件事情的进度啊，而且你们得到的这笔资源、这笔钱能够极大的缓解你们内心的焦虑。皇后的话，而且我们抽到的这张皇后啊，皇后的话，我觉得你们在接下来的一周啊，你们的吸引力和你们的魅力指数会上升，
可能是你们会改变自己的穿搭风格啊，你们的这种容貌啊，你们自身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欲啊会上升，然后呢，可能会在这个展示自己的过程当中啊，会吸引到一些人来接近你，和你建立连接。然后皇后呢，她也有一种就是说某个结果、某个好消息正在呼之欲出的感觉啊。接下来的一周也是收获的一周啊，你们要做好准备去迎接这种收获，迎接到这个好消息的到来。然后这张月亮牌呢，它其实是你们潜意识层面某种想法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我们需要把那种潜意识里边的东西转化为你们的意识，就是从潜意识变成表意识，将潜意识意识化非常重要，因为无形的枷锁有的时候最能囚禁人，而将潜意识意识化的唯一途径就是愿意长久的诚实的向内注视。在接下来的一周，你们需要观察对于一些事情的反应，就是可能会看到你们潜意识深处的一些想法，因为事情本身有时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对它的反应。我们对一个事情的反应当中，隐藏着我们的思维、信念、课题以及那些潜意识模式。如果我们不去觉察这些反应，不去做出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就会陷入到重复的业力循环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就会下意识的想要去逃避，不去谈论它，想要去回避它。这个时候你们需要真诚的向内注视自己的内心，找出你们逃避它的原因，然后克服掉它。那么这张月亮呢，我觉得你们很有可能是会把你们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在接下来的一周付诸于行动和实践啊，会有一点点叛逆的感觉啊，有点像是那种迟来的叛逆，就是你们会做一些你们之前不敢做的事情来挑战自己的底线，宣示自己的成长。比如说你们有一个你们一直不敢去，想去但是不敢去的地方，或者说换一种风格啊，很大胆很前卫的风格去展示你们自己，又或者去染发，染一个很大胆的颜色，这都是你们在尝试着找到那个自我主宰和支配的底线在哪里。而且呢，这张圣杯4啊，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一周可能会有一个人及时的给你们送上一些安慰和鼓励啊，就是会有一个人雪中送炭的这种感觉。并且呢，这张权杖10啊，我觉得权杖10也是你们整个人承压过重，或者说你们想要的东西太多，好像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们想做的越多，你们最后能完成的就越少啊。所以说要做减法，你们会发现你们想做的那些事情其实是很少的，真正重要的事情也是少之又少的，一定要学会做减法。我们总是本能的觉得拥有越多就会越幸福，但是我们拥有的那些东西也会成为我们的累赘啊。刚刚好才是最好，学会做减法，学会减少你们的负担啊，也同样可以是一边做减法一边做加法，先做减法再做加法。做减法是为了舍弃那些你们以为需要但是不需要的东西，而做加法是为了让你们得到那些你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在这样的一个运转的过程当中啊，你们整个人会重新变得非常的充沛和丰盈。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么首先第一张牌就是这个星币国王啊，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人带给你们一个礼物，在接下来的一周有点像是那种生日的祝福，或者说接下来的一周会迎来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当然呢，星币国王可能是一个人会给你们抛来橄榄枝啊，他会提出一个很诱人的条件，可能你们答应了这个条件呢，它是一种等价交换吧。如果你们答应了这个条件，你们可能会开启一个新的生活，但是要被迫放弃现在的生活，放弃掉一些东西。当这个人抛出这个条件的时候啊，你们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纠结的过程，会权衡和思考一些利弊。那么第二张牌呢是女祭司。女祭司这张牌我觉得有点像是在接下来的一周啊，你们可能会预感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你们的灵性智慧在觉醒啊，你们的直觉会隐约的告诉你们有一些事情即将发生。在近期啊，接下来的一周，你们要注意自己内心当中的那种微妙的感受，可能能够帮助你们规避掉一些风险，或者说帮助你们少走一些弯路。我觉得就是你们的内心当中那种微妙的感觉啊，它给到你们的指引，你们需要重视起来。你们觉得危险的地方就不要去，你们觉得有点危险的人就不要接触。第三张牌呢，宝剑4。接下来的一周啊，你们能睡一个好觉，或者说给自己留出充分的睡眠和休息的时间。你们通过睡眠来恢复和平衡你们自身的这种身体能量啊，你们需要非常好的睡眠。
因为你们之前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熬夜、不良的生活习惯，在透支你们的身体健康。所以说，在接下来的一周，你们要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放松下来，休息一下，这个是你们的头等重要的大事啊。那么这张圣杯3，我觉得你们在接下来的一周可能会有一个聚会，和好朋友的这个聚会啊，非常要好的朋友，你们可以畅所欲言的朋友。通过和这种非常亲密的友人之间的聚会啊，能够释放你们内心当中的压力和情绪。这个圣杯3，它也是在接下来的一周啊，你们的学习和工作会有一些人来帮助到你们，给你们提供一些很关键的信息。因为每个人手举的圣杯代表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这个信息的来源和渠道，然后当你们把这种信息整合到一起，能够帮助你们更好的做出决策和判断。所以说，如果你们接下来的一周要做出一个选择的话，先别着急，问问你们身边的人，看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帮助你们更全面的去做出一个决定。因为在任何做决定和选择之前，它一定要有一个收集信息的阶段，不要忽略这个阶段，它能够帮助你们弥补一些你们在认知上面的盲点，避免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这张宝剑国王呢，我觉得还是在接下来的一周啊，会有一个很严厉的人会督促你们，或者说他是一个很自律的榜样啊，这个人的存在能够让你们自律起来，完成你们手上的工作，或者说会有一个老师给你们言传身教啊，会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啊。当然，这个宝剑国王他也可以被解读成为是一个非常有压迫感的人，会给你们一些强制性的命令啊。你们在执行这些命令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感觉到自己有点麻木，在被推着往前走，被一些权威所裹挟。所以说可能你们会有一种逆反的情绪啊，会有一些叛逆，会拒绝执行一些命令，或者说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啊。这张权杖2，我觉得你们在接下来的深夜会收到一个消息啊，在深夜会有一个旧人给你们发来消息，而且你们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深夜当中啊，晚上的能量是最适合你们做出一个以自我价值为前提的选择的。你们在晚上能够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你们会在深夜的时候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和改变，或者说一到了深夜，你们自身的这种决心就会很强，会给自己列很多的计划。但是你们要注意啊，往往这种深夜下的决心到白天的时候又会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觉得你们在接下来的一周需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避免纸上谈兵，不要光想不做，也不要光做不想，把两者结合起来，在知中行，在行中知，最终做到知行合一。然后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8，你们可能现在被一些东西困住了，周围插满了宝剑。我觉得你们现在要做的是脱困，摆脱这种束缚啊。可能你们会有一个这种沟通和交流啊，说出你们的诉求，从一个高压的环境当中解脱出来。因为你们现在你们的眼睛被蒙住了，说明你们感受不到你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的意义和价值啊。可能你们非常的迷茫、挣扎、纠结，会有一点麻木啊，对一切丧失了兴趣，感受不到快乐。也可能是你们用这种冷漠和麻木来保护自己，你们在被困在了一个地方啊，不断的重复和循环着某种生活，对自己既定的命运也会有一点恐惧啊。你们的内心需要休息啊，整个人其实是有点能量混乱的感觉啊。你们的灵魂在修复，在缓冲，在修复的阶段，已经修复了一半了。你们能做的就是等待，耐心的等待。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接纳自己啊，不要自我怀疑，也不要自我攻击。首先，你们要缓解的是你们内心当中啊精神层面的内耗，你们才有机会从这种泥潭和混沌当中走出来。这个时候往往转折点就会出现。这个星币王牌呢，它代表的是接下来你们在一周之内做出的一个改变啊，会立竿见影的得到一个好的反馈，你们手上的星币会给你们一个正向的激励。我觉得是在接下来的一周啊，你们会解决一个你们之前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很棘手的问题啊，你们换了一种思维，换了一种策略啊，就能够把这个问题快速的解决掉啊，以一种你们意想不到的低成本的方式。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整个人有一点轴，有点一根筋啊，但是一旦当你们能够换一种方式去思考，立刻就会海阔天空。所以说这张星币1，你们要打开你们的思维，有些事情不是你们必须要做的，有些苦也不是你们必须要吃的，有困难你们就可以绕开，照样能够达到你们的那个目的地。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那么第3组牌的第一张牌是这张教皇牌啊。
我觉得教皇你们在接下来的一周可能会去做一些运动啊，会有一个人来引导你们去做一些运动，冥想、瑜伽，它也泛指的是你们会通过一种方式来释放自己，让自己安静下来，通过某种形式的身体活动来放松自己啊。你们会找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可能是慢跑、瑜伽、冥想啊等等等等，任何能够让你们安静下来的方式，它都可以是这把钥匙。你们可能会找到或者说进行一些有创造性的活动，来打开自己混沌的身体，让身体与力量融合，调节你们的内在，清除杂念，感受当下的平静。因为现在的你们其实是需要安静下来的，因为你们本身可能处在一个比较混乱和嘈杂的环境里边。不是说你们需要做一些事情让你们的内心充盈和分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和外部的这个世界啊，它有一个切断联系的过程，你们就是会把这种能量重新回收到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说我们做的越多我们就得到的越多，而是说我们通过不做一些事情反而能够让我们收获到更多。所以说在接下来的一周，你们对于生活的要求和标准就是一切从简，从这种简单当中你们能够感受到一些美好啊，能够让你们的心静下来，没有那么的浮躁和焦虑啊，可能会有一种想要把自己藏起来不见外人的感觉。你们会更加关注自己啊，把能量往回收，其实就是在保护自己啊，因为你们之前可能一直都是被消耗的一种感觉，或者说你们在自己消耗自己啊，有很强的精神内耗，你们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的能量锁住。然后第二张牌呢是这个宝剑3，你们可能接下来的一周会有一些回忆涌上心头啊，可能会写日记啊，把自己的心事记录下来，它会帮助你们处理生命当中难以处理的那部分遭遇啊，然后我们通过写作将创伤升华，自身得到沉淀和滋养。你们也会通过写作就是看清楚自己的内心，想明白一些事情，把那些难以名状的心事和焦虑都记录下来，能够缓解你们自身的情绪啊。接下来的一周可能你们自身有很多的回忆杀啊，会想起关于过去的一些往事，有些会很温暖，有些会让你们有一点感伤。那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9啊，我觉得这张牌呢，就是说这组牌我觉得抽到的这些牌都是很佛系的。接下来的一周你们会让自己变得松弛下来，去到一个有海的地方，有水元素的地方，让自己安静下来啊，去多发展一些爱好，养一个宠物啊，学会欣赏这个世间的美好，这样你们就拥有了抵御糟糕的生命能量啊。有很多琐碎的欢愉和惬意正躲在角落里等你光临。当你们感觉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为什么还爱着这个世界，未来的一些美好值得你们去坚持下去啊。所以说这个问题想必你们内心当中是有答案的。同时你们也要明白一件事情啊，就这组牌呢，它其实就是一切从简。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用生活本身去定义浪漫，因为你们肯定是一个浪漫主义啊。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浪漫就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下班放学，偶然抬头看到喜欢的人啊，或者说看到自己喜欢的风景，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浪漫啊，就是不需要用浪漫来刻意的填充生活，比如说为了某个人而放弃掉自己所拥有的一些同样美好的东西。那前者的浪漫呢，它是一种惬意啊，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浪漫，而后者的浪漫呢，可能会变成一种刻意的负担。那么所以说这张圣杯9我觉得就是感受当下安稳运转的日常的珍贵啊，去那个里面感受琐碎的幸福啊。接下来的一周它更像是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第4张牌呢，圣杯6，我觉得很像是你们所做的事情会得到一些人的认可啊，它更像是你们会受到一种鼓励、赞赏，或者说它相当于是一种勋章吧，得到了认可啊，这是对你们过去所做出努力的一种最好的证明。圣杯6的话，你们在接下来的一周可能会认识到新的朋友，跟大哥哥一样的角色啊，在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会给到你们很多的帮助。那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10啊，我觉得在一团乱麻的这种琐碎的事情当中，你们会找到一根救命稻草，你们会感觉到有些事情啊，当它走到死角被阻塞的时候啊，往往就会有峰回路转的一些机会出现，把你们从深渊当中拉出去。它有一点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在绝望里边才能够孕育到希望。你们在极度困顿的阻塞里边
在这种压抑的环境当中，可能会找到某种诀窍、某种秘诀，会突然豁然开朗，或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让你们从这种困顿当中解脱出去啊。这张牌呢，它总给我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啊。就是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正在经历一个最难熬的时刻，那么接下来你们很有可能会有一个触底反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会明白，真正的勇敢啊，它永远是无论你们遭遇到怎样的打击和挫折，都无法摧毁那个最真实的热爱生活的自己。那么这张节制啊，你们一定要对自己保持一种节制。可能会有一些人啊，他会专门来试图激怒你们啊。如果你们被激怒，你们失去情绪的控制的话，可能会做出一些令你们感到后悔的事情啊。所以说一定要保持对于自己的一种克制。这种克制它就是一种优雅，不要被随便的激怒啊，因为你们自身的这种情绪是很容易被激怒的，很容易会失去控制啊。节制牌呢，它也是你们要戒除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啊。你们可能在依赖某件事情啊，你们知道这种依赖它是不健康的，会很容易失去平衡，失去控制。要戒除掉这个坏的习惯啊，或者说依赖感，因为这种依赖感可能会给到你们安全感，但是也会束缚你们的成长。你们应该做的是走出去，让自己独立起来。然后这张星星牌呢，我觉得是你们在夜晚的时候啊，在接下来的一周啊，晚上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有一些胡思乱想，但是不要觉得这种胡思乱想它是没有价值的，会有一种灵感创造力涌现出来。夜晚的这种能量呢，其实会让你们给自己的生活做一些适当的减法。这个减法呢，我觉得我不觉得人的心智的成熟它是越来越宽容的，涵盖的什么都可以接受的。相反呢，我觉得做减法它是一个逐渐变得挑剔的过程，因为你们知道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不重要的是什么，然后你们会做一个极简的人，最终你们的世界里边会变得非常的清澈干净，没有那些杂质，整个人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会显化出一种非常舒适的惬意的能量。那么最后的这张牌呢，圣杯王后啊，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一周你们会有一些祈祷，这种正确的祈祷它不是恳求的祈祷，而是感恩的祷告，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放生的行为啊，让一些生命回归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环境里边啊。这张牌我觉得你们在接下来的一周会释放掉关于过去的一些回忆吧，你们会放手，它是放手也是放过自己的一种感觉，把自己当成是手机的内存，时刻的清理，不要去专注伤痛，去专注舒展，不要去专注匮乏，去专注丰盛，不要去专注抗拒啊，去专注接纳，不要去专注拥有，去专注相处。我们专注什么，生命就会为我们显化什么。去专注那些能够充盈和丰沛我们自身的一些行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滋养完善自己啊，让自己变得更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